Hello， 大家好，我是沙白，我又回来了。今天呢，我又写了一个提纲，因为我今天有很多话要聊。首先呢，今天是2024年的9月28日，我已经透析了整整7个月了，也就是说是28个星期，一共在我这个左臂这里扎了168针。这个针是很粗的，这个针就是透析用的针是。怎么说呢？是比普通的，比如说你们去抽血的针要粗2到3倍的。到时候我在网上找一张照片，你们就知道了。然后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欣喜，我每天都在看我的 calendar， 就是说我这样被扎针的日子没有多久了，再过几个星期熬一熬，我就再也不用被扎针了。我真的很难想象那些被透了10年、被扎了1000次针以上的人，首先他的手臂是不堪入目的，到处都是鼓包。你与其说它是个手臂，不如说它是一根树杈。Yeah, really, I mean it. I'm not kidding. 对，所以所有的，我今天一上来我又要发点脾气了。所有的对我那些就是说反对我的人，或者那些表面上觉得是同情我，但实际又说了一句你还是别去吧的人，我今天要用普通话、上海话、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通通骂一遍。你妈的，娘逼，挖到，不他妈的嘞！发一嘎叽多伊哦，用意大利语骂太爽了，发一嘎叽多伊，布莱古巴的得呀发的多伊，爽，太爽了！我跟你说，骂人就应该用意大利语骂，再骂一句，挖放古喽，挖放古喽。著名的这个作家就是马尔克斯，也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曾经说过这么2句话，让我非常的动容。他说，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万箭穿心的痛，可能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可拂的尘埃。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真正和你感同身受的。你即使是觉得痛不欲生，觉得万箭穿心，别人可能会同情，别人可能会嗟叹，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看到你这个伤口血淋淋的境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那么多国的语言来骂一骂，来发泄一下我心目中的这个就是不被人理解，不被人真正感知到这个痛楚的这个痛楚。我今天呢，就是想聊的议题就是说，我们人类最终都是要去瑞士旅行的。就前一阵子吧，我的一个朋友 L， 我们叫他 L 先生吧，他跟我分享2个故事。我知道他分享这2个故事的目的其实还是想劝服我，也是好意的 ，with very good intention。他说沙白他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好像很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好像很壮烈，但其实人总是有求生欲的。又来了，人总是有求生欲的。Yes， 没错。我想纠正一下。大部分的人都是有求生欲，哪怕是99%的人有求生欲，但是并不表示说，就是说所有的人类都有求生欲。特别是我们所谓的求生，之前我也在这个字面的意思上也跟你掰扯过了。我就是因为对生命非常的敬爱，非常的热爱，我是对生命中那个美好的部分非常非常的热爱，而不是生本身 ，you know。不是生本身，而是生命中的美好非常的热爱，因为我敬重它，所以我要保存它美好的那一面，听明白吗？就好像你觉得一位姑娘非常的美，我们说只可远观不可亵渎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这位 L 先生跟我说这2个故事以后，非但没有劝服到我，反而更加增加了我想要去瑞士的决心。这是2个什么故事呢？一个故事就是说，他有个朋友，原来呢是在洛杉矶是做房地产的，然后非常的有钱，在40岁的时候，可以说是已经是家里面非常的这个钱都 pile up 了，对吧？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也非常的豪情壮志嘛，觉得自己非常的牛逼，觉得自己的人生是由自己掌控的，说自己将来有一天要是也是老了不行了，得了重大疾病了，他要从大桥上跳下去，直接跳死。结果最终呢，他在6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渐冻症嘛，渐冻症大家都知道很可怕的。他在还能说话的时候，对他律师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说，把我所有的钱都用在我的 medication 上面。最后他挣扎了18年，悲惨的离去了。这是第一个故事。第2个故事呢，就是
就是一个人母亲的故事，就是说她也是老了嘛，没有什么说特别的病，最后呢就成了一个 veggie， 就成了一个植物人啊，插管就是胃里面插管嘛，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我其实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不寒而栗的，因为就是 L 先生跟我说，就是这位现被插管的这位女士，她在40、50岁的时候也是豪情壮言，说将来要是得了病，一定是不治的。得了大病嘛，小病从死，小病从医，大病从死，对。但到了最后临了关头，还是逃不去对生的执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想用我之前经典的名言，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啊，他们觉得就是对生有留恋，我觉得是他们对生活和生存没有非常本质的一个认知，也就是我想再用一次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行不合一。就是很多人他在这个，比如说当时发这个豪言壮语的时候，知道美好生命的好处，以及就是说 life 的坏处，但最终他并没有知行合一的原因是，其实是本质上他并没有知道，就是说 life 活的坏处，以及真正活着的好处。我所谓的活，是有你的这个健全的这个四肢去感知这个世界美好的活，而不是这个半死不活的瘫在床上的这样的一种活法。OK， 然后呢，我这里为了能够避免这个争议，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要允许有不一样的声音，就说你可以有这样的声音说，哎，我就是要活着，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同时不要去打击那些，哎，我就是不要这样生存着的人，就是我就是不要赖活，怎么了？你还不允许这个世界上有言论自由了，有思想自由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就来自不一样地方的声音都思考一下，不要轻易去 judge， 不要轻易去 judge。就像我之前再引用我自己的名言，问问这里，你觉得你看着你的母亲这样挣扎的活着，你心里面难受吗？你心里面痛苦吗？还有，我觉得我选择去瑞士，不仅是对我不仅是对我自己负责，对我美好的生命负责，其实同时也是对我家人的负责。因为我在生病的时候，虽然请的是仁济医院，就是说特需病房的最好的这个24小时的护工，但是依然我还是需要我爸在我身边给到我精神支柱。我爸爸其实没有做什么非常实质性的一些劳累活，但是我觉得他已经累得够呛，每天累一回到家里面就倒头就睡。你忍不忍心，就是说把这样的一个负担给到家庭？你忍不忍心把自己这样的一个负担给到社会，对吧？所以你到底是真的觉得说你这样的活着是很有意义，还是 simply 你只是怕死啊？这两个是有很大区别的我都不去批判你了所以你更没有资格来批判我。我又讲激动了。还有，我还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我在病重的时候嘛，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亲戚他也挺厉害的，就是说今年已经80岁了，依然在行医嘛，是一个 doctor， 他很牛逼的。我各种就是说风湿免疫科的问题都问他，我觉得他比我在仁济医院特需病房的那些巡房住院医生要牛逼多了。他可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嘛，他那个时候这么劝我，他说峰峰你这一路都过得很顺，但是我想跟你说，人都是要吃苦的。没错，我同意人都是要吃苦的，那这个苦也要分这个轻量等级就比如说你学习上吃点苦工作上受点挫折，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的。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没有生这场大病之前，我都是一个笑嘻嘻笑的人，笑嘻嘻笑的人，没有什么 frustration 可以打到我的。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所有的这些小挫折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人世间经历的一些事跟物，让我变得更强大，对吧？但是一旦就是说上升到了这个肉体的疼痛，你这个疼痛要分级别的，不是所有的这个苦我们都能熬过去的。还是一样的，我想打破传统观点，不要用一条唯一的真理来鉴定世界上所有的行为应该如何行为，也不要去规范世界上所有人应该如何规范。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 ，OK？ 所以就是说，我自己认为人没有必要吃没有必要的苦，这就是我的观点。如果说你想吃这些苦，那你就去吃这些苦，吃完这些苦以后，你问自己这儿舒服吗？爽吗？如果你觉得吃苦很爽的话，那你就请去吃吧，好吧？反正我沙白是不愿意吃没有必要的苦的，并且我问这里，我要吃苦吗？我不要吃苦，特别是这种病痛上的毫无意义的苦，我不要吃。OK， 我不要做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不要做一个对家庭是个负担的人，我也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是负担的人，我更不要每天就是说心里非常憋屈的活着。我敞亮的敞开心扉，敞亮的畅所欲言，敞亮的追求我未来的光明。我不管你说什么，我再用意大利骂一句 fai cazzi tuoi。
哦，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想讲一下这个生理健康 vs 心理健康。我记得就是说一开始我从人机医院回来的时候嘛，我不是脸肿的还是像猪嘛，因为在医院里面我被迫打了很多激素啊，每天大剂量的激素打进去啊，这个脸就是就是蜡笔小新的脸，知道吗？就是蜡笔小新的脸装在一根细细的杆子上面，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是马上停药了，我就跟那个我的表姐说，因为我表姐现在在英国学 psychology 嘛，我跟她说，我说你们忽视了一个心理问题。就是说我自从生病到现在，先是从水肿的140斤嘛，再到吃激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肿脸，我几乎没有见过人。大家也知道，一个人毁容以后是很难有这个勇气见人的。你也不用跟我说你不够强大。对了，我就是不够强大，怎么了？我敢面对我自己的不够强大，我本身就很强大。就是在一个人就是说已经基本上半年因为自己的容貌不敢见人的情况下面，我的心理问题有谁看到吗？你们只关注生理问题的吗？你们这些 doctor， 你们这些路人只关注一个人的生理问题吗？觉得一个人生理能吃能喝就好了吗？心理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啊！这就是其实我这一路以来，其实我是有个心理咨询师的，他呢是一个哥伦比亚人，现在回哥伦比亚去了，以至于我现在其实也挺难受的，我还想跟他 talk 呢，但是他现在连微信都不用了。然后我之前因为生病的原因嘛，上一支那个iPhone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因为内存爆掉了嘛，虽然512GB 还是爆掉了，我再找不到那个我的那个咨询师 Bibiana Reda Bueno 的这个就是说任何的 contact。但是我想跟你说，一个人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你不能够只看你表面的物理上的一个健康呢，这里如果不健康的话，你依然活得不如一条狗。狗还很开心呢，因为大部分的动物都是活在当下的，好吗？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拜拜，祝我一切顺利，瑞士见，拜拜。